众所周知，当火山喷发出滚烫的岩浆，大量的火山灰就会严重破坏环境，损害人体呼吸系统。可你们听说过泥火山吗？它喷出的是质地浓稠的泥浆。曾经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世界上最大的泥火山喷发，平均每天有100万桶泥浆喷涌而出，吞噬了附近的所有村庄。无处可去的居民不得不长期忍受着热风和甲烷气体，担心房屋倒塌，又或是看着浑浊的水源一筹莫展。而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问题仍然都没有解决。更让人绝望的是，地质学家预测，泥火山的喷发可能还需要24年才会停止。这听着像是自然灾害，可是居民们一致认为，罪魁祸首另有其人。泥火山顾名思义是由泥组成的，而实际上这种泥包含了粘土、岩屑、盐粉等成分。与普通火山不一样的是，泥火山喷发会发出咕嘟咕嘟冒泡的声音，与此同时里面还会夹带着甲烷等有毒气体，所以泥火山喷发往往是伴随着刺激性的臭味的。2006年5月29日，印度尼西亚露西泥火山突然喷发，蒸汽和泥浆源源不断的往外冒，西多阿胶市的居民们都闻到了刺鼻的气味。随着泥浆不断的从主排气口倾泻而出，村庄立刻被厚重的泥浆所掩盖，泥层至少有40米深，温度高达60摄氏度，粘稠度堪比轴。发生泥流的位置刚好在住宅区，周边都是东爪哇省的主要工业区，附近不远处还有高速公路和铁路线，损失惨重。可是接连几天，露西的泥浆丝毫就没有要减弱的趋势，它继续向更多的地方流去。起初泥浆只淹没了4个村庄，农田早就不复存在。除此之外，像学校、工厂、教堂也逃不过厄运。高速公路的关闭也扰乱了交通网的正常运行，无形之中影响到了其他城市。仅仅2个月的时间，173公顷的稻田、26公顷的甘蔗田、1605只家禽、40只牛羊均被泥浆掩埋。30多家工厂因被迫停止生产，数千名员工失业，就连政府办公室人员也面临下岗的风险。据统计，泥浆彻底淹没了16个村庄、1810所住宅、18所学校，还导致了12人遇难，受害者人数超过了4.5万人。他们失去了家园以及赖以生存的农田，不得不逃亡到其他地区投奔亲属。可悲的是，还有更多的人压根就没有地方可逃，他们只能留在原地。为了应对泥浆，各个村庄都紧急修建了堤坝来堵住泥坑。可令人棘手的是，每天都有泥浆源源不断的在涌出，堤坝随时都有可能崩塌。到那个时候，距离堤坝仅有50米的临时定居点又将遭殃。曾经美丽的家园一下子就变成了巨型泥坑，村民们苦不堪言。童年记忆里面的村庄、稻田和小山的美景早已荡然无存。放眼望去，除了土堆就是土堆，再不济就是开裂的农田。每天村民们忍受着热风和浓烈的甲烷气味。而当大风天气，尘土飞扬，还得吸入受污染的气体，为此许多人都患上了呼吸系统疾病。当然，村民们最讨厌的还是下雨天，因为每时每刻都要担心自己会不会再一次无家可归。当雨水注入堤坝，陆地就很容易开裂，泛滥出泥浆，定居点的房子也会慢慢下沉，岌岌可危。所以每当雨后放晴，村民们都很忙碌，他们必须要趁此机会修理房子，以此来抵挡下一次的雨水。除了遮风避雨的房子之外，人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也遭到了巨大的威胁。自从泥浆喷发后，西多阿乔市的供应水被严重污染，水变得浑浊不堪，呈红褐色，又苦又咸的味道让人望而却步。曾经有村民试着用这个水洗手，意外的发现肥皂都根本起不了泡沫，这太诡异了。后来村民被告知这种水有害健康，用都没法用，更不要想着饮用了。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每天花钱买干净的水，日复一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光看上述的描述，我们就能感到深深的绝望。这场世界上最泥泞的灾难，不管是对居民的生存环境，还是城市的经济活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露西泥火山喷发的原因，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以下大概分为了2个派别，一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天然气的钻探引发的火山喷发，而另外一种理论坚称罪魁祸首是事发前2天的那场地震。泥浆是地下深处的水被加热，然后与矿物质沉积物混合形成的。通常情况下，除非有地质断层，再加上巨大的压力，泥浆才会涌上来。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第一种理论，涉及到泥火山附近的天然气钻探工作。拉平多布兰塔斯公司主要负责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而在距离火山喷发150米的地方，就有该公司的一口天然气勘探井。最初，该井计划钻2804米，到达石灰岩地层，但在这之前，必须要配备一个尺寸会随着深度而变化的安全套管。当深度达到了2590米的时候，安全套管尚未安装好。因为根据钻探经验，层岩的深度是无法准确预测的，所以管道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层的实际压力和钻孔情况。
为此，技术人员检查了很多次，认为距离石灰岩还有一大段距离，于是继续钻探到了2667米深。考虑到当时井眼状况良好，他们又一次向下钻探。然而到了2833米处，钻杆就击中了石灰岩，热泥就开始不受控制的喷射。另一个地震假说的理论是因为事发前2天，附近一座名叫日惹的城市发生6.3级大地震，造成了6234人死亡，150万人无家可归。支持这一理论的科学家认为，日惹地震如此强烈，以至于它重新激活了以前不活跃的断层，还造成了深层的地下裂缝，使泥浆冲破地表。这样一来，钻井公司的出现就纯属巧合。另外，东爪哇省共有10多个自然触发的泥火山，足以证明了该地区容易发生泥火山活动。不过，这两种假说互不相让，有地质学家出来反驳。虽然地震很有可能在天然气勘探井周围产生了一个新的裂缝，但它不可能是水力裂缝形成的原因。此外，日惹地震后没有其他泥火山喷发的报告，而且地震时钻井现场的地震强度很弱，跟一辆重型卡车经过差不多，所以他们认为地震应该是纯属巧合的。事发后，天然气公司曾经试图阻止泥浆的流动，他们将泥浆和水泥泵入探井，用数千个小水泥球链投入通风口，试图将其堵住。为了防止泥石流淹没村庄，该公司还使用挖掘机和其他重型设备，建造了由土壤材料制成的当土堤，试图改变泥流的方向。但是堤坝根本无法接受接二连三涌出来的新泥浆，最后泥浆又不可避免的溢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然而政府的救援计划甚至连及格都算不上。事发后，政府先是颁发法规，并绘制了受灾地区地图，试图用图来解决问题。对于村民们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不公平，每家每户的受灾情况不同，却要根据受灾区域来划分，从而决定补偿款，显然是很不合理的。未来大家就因为灾难陷入到了痛苦之中，还制造了如此紧张、愤怒和沮丧的情绪。很快，这张地图就引发了民众抗议，那些失去家园和生计、被迫流离失所的人都没能得到适当的补偿。2009年5月，还有400名受害者因土地状况不明确而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而且那些已经得到赔偿的也只拿了20%。根据受害者的说法，他们在调查后都已经在全额票据上签字，但没想到竟然是分期付款。反正里里外外，政府的很多信息都是模糊的，受害者也是无处申诉。多年来，不管真相如何，泥浆依然在流动。西多阿桥市已经形成了一大片泥浆湖，每天还有8万立方米的泥浆渗出，足以填满32个奥林匹克标准的泳池。当然，比起泥浆流动的高峰期，18万立方米的数据已经算好得多了。除了赔偿问题让人诟病之外，一些环境、健康和社会有关的问题仍然存在。苏卡迪就是受害者之一，比起那些房子被掩盖的邻居，他还算幸运的了。但是房子的裂缝时时刻都在提醒他，下一个倒塌的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房子。苏卡迪本来就是一位种植稻田的农民，收获颇丰。虽然他的农田还在，但陆地时常渗透出废料，会有泥浆的污水在田野上面泛滥，农田早就种不出东西了。事发后，苏卡迪只能另谋生路，虽然当起了小贩，但收入微薄。不过他很乐观，说自己活下来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然而接下来的这个男人，他的故事让人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苦涩。普吉瓦卢约是个瘦弱的男人，他所在的村庄受灾情况很严重，房子全部被掩埋，所有人都必须要自己另外租房子住，再加上平时还要购买干净的水，只拿到20%的赔偿款根本就不够用。后来在机缘巧合下，他发现了许多人来到西多阿桥市，不为别的，就是来见证这世界上最大的泥火山喷发的灾难现场。于是他顺势而为，当上了一名导游。在过去10几年里，普吉忙着带领游客参观被淹没的村庄，虽然大家都在新闻里面看到过照片，但实地参观还是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撼。曾经的美丽家园变成了这副满目疮痍的样子。普吉觉得很讽刺，好像在展示自家的坟墓，有种说不出的心酸。他经常会指给游客看自己老家的位置，然后长长的叹一口气。可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生意一日不如一日，有时候赚的钱都不够给摩托车加油。他每天只能忍受着饥饿，省下钱带回家。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很感恩自己有份工作。而讽刺的是，在灾难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普吉只接待了1名游客，他有些失落，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更是因为那种被遗忘的心酸。恐怕这个世界早已忘记了那些被泥浆掩埋的村庄和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民。就像普吉这样的村民其实遍地都是，每日忍饥挨饿，收入微薄，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想他们也不愿意留在伤心地。就连不断渗出的泥浆似乎都在嘲笑这些可怜人，也许还要压迫人类10年、20年，甚至更久。到时候又会有多少村民熬不住呢？时间从来不会为谁停止，历史和记忆终究会被掩埋在泥土之中。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谁？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